蒙特梭利幼儿园每天就是在那儿做手工。蒙特梭利幼儿园教出来的都是数学天才。蒙特梭利幼儿园出来的小朋友不会社交，没有创造力。那边都是培养小绅士、小淑女。这些关于蒙特梭利幼儿园的传言，你是不是也听过？今天就来和大家聊聊评价这么两极的蒙特梭利幼儿园。我们家 Chris 哥哥呢，今年上的是幼儿园大班，上的呢是台湾最古老、最传统之一的蒙特梭利幼儿园。在台湾呢，不完全统计，有上千家幼儿园引进了蒙特梭利教学法。我们也常常听说某某名人、贵族从小读的就是蒙特梭利幼儿园，比如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英国皇室的孩子们，像是威廉王子、哈利王子，甚至世纪伟人爱因斯坦。这让很多人在真正了解蒙特梭利教学法之前，就会觉得蒙特梭利学校就是贵族学校的错觉。其实蒙特梭利幼儿教学法呢，是由意大利首位女医师玛利亚·蒙特梭利在1907年发明的，至今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当时蒙特梭利女士创立了一个专门收容工人小孩的儿童之家，这些孩子因为父母是忙碌的工人阶级，疏于管教，常常都是外人眼里的街头小霸王。蒙特梭利女士呢，就通过自己这套教学法，引导孩子从生活中学习，成功的把这些调皮捣蛋的孩子改造成了独立自主、有自信的孩子。这个教学法也因此声名大噪，后来被推广到全世界。而在台湾呢，大概在20世纪70、80年代引入了蒙特梭利教学法。根据我查到的资料，在1979年的时候，方秀娇修女，也就是 Chris 哥哥所在的幼儿园的老园长，赴日考察幼教，亲眼看到了蒙特梭利教学法教育下的孩子们的状况。之后呢，在1981年到1983年之间，吴昭荣修女赴日接受蒙特梭利师资培育，回台湾之后呢，就开始推广蒙特梭利教育。Chris 幼儿园呢，每个学期都会有观察日，我们可以作为观察员的角色来到他们的教室。老师呢，不会像传统幼儿园那样要求小朋友们给我们表演节目，或者安排一个汇报演出之类的东西，而是邀请我们可以随意的坐在教室的某一个角落，静静的观察他们。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要打断他们的工作，尽量做一个透明人。在他们的教室里，也看不到那种整整齐齐课堂式的课桌椅，那个环境比起一个教室来讲，其实更像一个家。小朋友呢，在里面也是安静的操作着教具。像每个教室的地上都会有一个圆圈圈，他们每天都会有一个活动，就是沿着那个圆圈圈走路，在缓慢的氛围里，让小朋友的情绪去安静下来。几乎也不会需要老师声嘶力竭的要求，他们的教室就只是一个相对平和的氛围。第一个就是无时无刻的学习能力。蒙特梭利学校呢，没有课表，没有分科教学，这对一开始不算太了解蒙特梭利教学法的我来说，其实是蛮冲击的。毕竟我小的时候上的就是一般的传统幼儿园。我记得当时小班入学前，我还特别打电话给幼儿园老师请教每天的课表，方便我提前给 Chris 调整作息。结果老师就跟我说，我们没有课表。当时我还蛮疑惑的，就觉得这么小的孩子你不教他，他一整天能干嘛呢？事实上2年半过去，证明我这个疑惑和担心完全就是多余的。蒙特梭利的教具呢有上千种，他们教室里光教具就有几百种。这些教具呢分成5大类：日常生活、文化、语文、感官、算术。大部分的教具的形态和现实生活都是有关的，帮助孩子把复杂的东西变得非常的具体，所以孩子可以轻松快乐自主的学自己想要学习的东西。我觉得蒙特梭利教育法把孩子自我学习的这个过程称之为工作，还蛮有趣的，不是玩玩具，也不是玩教具哦。我儿子有些时候会问我，妈妈你在忙什么呀？我跟他讲我在工作呀，他就会说我也在工作呀，我也每天都在工作。蒙特梭利教育法认为玩和工作完全是2个概念，工作是带有学习目的的，工作这个词带有一种责任感，是一种积极实现自我的建设性的活动，而玩就是指玩耍，是一种娱乐。所以呢，蒙特梭利幼儿园认为在不断的工作中，孩子就可以学到知识。像 Chris 班里的小朋友很喜欢数学，有一次我在他们班观察日，有个大班的小朋友就坐在我边上做千位数乘以千位数的乘法，真的是震惊到我。要知道并没有任何老师教他们数学哦。那像 Chris 呢，他就很喜欢认国家的国旗，喜欢画地图，常常就会冒出一些国家的名字，连我都不知道。赞文森吉格瑞纳丁，也是说不清楚到底是他知道太多还是我知道太少。包括他在大班以后的学习力也真的是非常让我吃惊，可以很稳定专注的去完成一项全新的思考和任务。蒙特梭
梭利呢，将不同的年龄的孩子放在一起学习，非常像一个真实的社会。孩子小班刚进去的时候，就会被1对1的分配到一个大班的哥哥或者姐姐来帮助照顾他。小班的孩子呢，会因此学会怎么样在团体中求助，而大班的孩子也会学习怎么样去照顾弱小。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会记得自己曾经被帮助，所以每年 Chris 他们班有新的小班的小朋友进来的时候，他们都非常的兴奋，因为这代表着他们可以作为哥哥姐姐去照顾小朋友了。包括我呢，是在哥哥4岁的时候生下妹妹，原本也会很担心他会不会没有办法适应好这个新的角色，结果他比我还期待。放学回家他就要抢着喂奶，现在呢也是一个宠妹狂魔。有时候妹妹很调皮，会弄坏他的玩具，我也会问他，你会不会生气啊？他就会跟我讲说，不会啊，因为妹妹还是个小宝宝啊。所以这样一种混龄的模式，会让他们既是被照顾的人，也是照顾别人的人，学会一种爱的传承，也学会了当自己需要的时候求助别人不丢人，而当别人需要帮助，自己有能力了，就要引领帮助其他的人。Grace 的幼儿园呢，非常重视品格和礼貌，学习上尊重他们的天性和发展，行为上给他们一些礼仪和框架，甚至有一点循规蹈矩，比如1周只有1天可以穿自己的衣服，大部分的时间都要像一个小绅士小淑女一样穿着统一的制服，走路要轻，不要大声尖叫，做完工作之后呢，要自己收拾好摆放好桌椅，回家的时候和老师鞠躬说再见，老师呢也是鞠躬回应，在这样日复一日的过程里养成他们稳定懂礼貌的好习惯，从而发展出一群喜爱秩序、自动自发、专注自律并且快乐的小孩。就如同蒙特梭利女士本人的说法，我们的学校一开始可以比拟为疗养院，儿童在这里发生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恢复心智健康。在 Chris 的幼儿园里面呢，每个班上都有自己种植的植物，也有饲养的小动物，像他们班上就有一棵芭乐树，还有一只老师养了超过25年的乌龟。小朋友呢，每天都要给植物浇水，然后给乌龟喂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啊，孩子受到了老师的尊重，学会了自主选择，彼此尊重，又通过对植物还有小动物的照顾，学会了尊重其他的生命。那蒙特梭利教学法这么好，到底是不是适合每一个孩子呢？其实我在 Chris 小班的时候也有焦虑过一阵子，因为朋友的小孩在其他的幼儿园每天都有功课作业，语文、数学、英文，看起来很忙的样子。那我们家这个呢，回家就是玩，相比之下真的有点不学无术。那个时候呢，因为疫情，学校暂停了1年的观察日，所以我们对孩子在学校的表现也是不甚了解。直到有一天我们开车在路上， Chris 突然开始念路牌还有路边店铺的招牌上的字，不能说全部都认识吧，但真的是吓了一跳，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突然之间认识了这么多的字。后来观察日恢复了，我们去到他们的教室才发现，原来如果孩子喜欢认字，就可以选择板书的教具，自己选择喜欢的字来临摹造句，慢慢的就学会了。所以我认为蒙特梭利教学法是适合所有的孩子的，但未必适合所有的父母。如果你想送孩子去蒙特梭利幼儿园，就必须放弃一些自己的控制欲、自己的坚持，因为蒙特梭利教学法尊重孩子的接受度，鼓励孩子自己选择。当孩子习惯这套流程，未必会跟着家长的脚步去按部就班的去做一些你希望他做的事情。我认为这套教学法尤其需要家长和学校的配合，才能把它的优势发挥到最大。就像老师是一个引导者，而不是一个填鸭式的教学者一样。这也给我们当父母的一次洗礼。我曾经看到过一段话，非常扎心，但也很美好。他说，母爱其实是一场得体的退出。第一次退出是在剪脐带的时候，第2次退出是在他断奶的时候，第3次退出是在他学会走路的时候，第4次退出就是他迈进幼儿园的时候。孩子的一生都是在学会着跟我们告别，我们呢也用一生告诉他路上要小心。我要哭了。所以也借着孩子上幼儿园，给自己做一次心灵改革，不要再把自己当成是权威角色，而是要退居到隐秘的地方，做一个成功的引导者。第2个就是和大家聊一聊混龄也会有一些弊端，比如说他好的会学，坏的也会学。比如你会发现小班的小朋友进去之后，他可能迅速的就学了大班小朋友的一些玩乐的习惯，可能会做一些非常激烈的活动。当然啦，他也会因此去了解到这样子的玩乐方式是会给自己带来危险的。第3个就是大家会很担心的，是不是会没有办法衔接体制内的教育。蒙特梭利的教学法，它的优势其实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孩子在这个环境里面是自主自发的学习，他其实很像大学生。在大学里面，我们自己选科系，自己去做一些学习和研究。包括我为了 Chris 上小学这件事情呢，也去探访了当地很多的小学，在和这些小学的老师的沟通过程中，发现他们对于蒙特梭利幼儿园教育出来的小朋友的认可度也是非常高的。虽然在一开始这些孩子
子或许没有办法像那些提早做了很多语数外准备的这些孩子一样学得非常的快速。像蒙特梭利教学法呢，它非常的尊重孩子的天性，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比如说在上厕所这件事情上，他可能跟老师举个手，他就要去上厕所了。但当他们知道上小学是有上课和下课这个分别之后，他们就很快就适应这一套全新的规则了。而且蒙特梭利教学法出来的小朋友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因为蒙特梭利教学法所有的教具都是跟我们的现实生活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些孩子呢，他其实在幼儿园的时候就已经学会了如何照顾自己，甚至如何打理自己的环境，包含学习环境、生活环境，怎么吃饭、怎么上厕所、怎么换衣服，这些事情他们在幼儿园的时候就已经学得非常熟练了。所以当他们过渡到小学的时候呢，就可以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学习上面。而且因为蒙特梭利教学法，它会非常鼓励孩子自主的学习，那孩子在这样的教学模式下待久了呢，就会知道遇到问题的时候要自己去寻找答案。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一般幼儿园只要冠上蒙特梭利的名号，学费马上就翻涨。所以今天就来教大家几招分辨真假蒙氏园的考察重点。第一个就是教具就在孩子的身边，每天一定有自由工作的时间。蒙特梭利呢，讲求的是孩子在生活中学习，所以每天一定有一段自由工作的时间，而且教具就在教室里面，孩子可以自由的操作。一般纯正的蒙特梭利学校，它的教具肯定都不是新的，因为每天都有不同的孩子在进行操作。之前就听说有的学校花重金买了整套的蒙特梭利教具供起来，舍不得孩子使用，就是为了号称自己是蒙氏学校。像这样的情况，教具在特定的教室里面，孩子不能每天的自由操作，而是把这个工作当成一个才艺的课程，或者由老师来决定孩子做什么工作，并不是孩子自主选择，就不是真正的蒙特梭利教学法的学校。第二个，重点考察一下有没有本土化的教具。因为蒙特梭利女士一生经历了2次世界大战，她发现人类的互相残杀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彼此之间的不了解，所以她非常主张同时进行本土化教育和跨文化教学，使孩子除了本土文化之外呢，也具有世界观，也能认识进而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这就要求了纯正的蒙特梭利学校具备再次设计制作生活和文化相关教具的能力。可以重点考察一下学校里面是不是有符合当地生活和文化的细节和教具。第三个就是经过特殊训练的老师。在纯正的蒙特梭利教学法的学校，老师不会用权威吆喝学生做什么不做什么，而是蹲下来或者坐下来和小朋友在同一个水平面上对话，并且愿意等待每个孩子用自己的步调成长，不会强迫他们一定要做什么。比如 Chris 就不是一个你下一个指令他就能马上执行的小孩，有时候我自己都觉得很受不了他这一点，尤其是当我看到别的孩子可以很好的执行老师的指令的时候，他还在他自己的世界里神游。不瞒大家说啊，小班的时候我跟老师提过好几次，要不要带 Chris 去检查一下，总觉得他好像有点跟不上，哪里怪怪的。但老师每一次都会安抚我说，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节奏，以他20多年的教学经验， Chris 绝对没问题。事实上他真的没有敷衍我， Chris 找到他自己的节奏之后，学习的状况真的是非常令我们大家惊喜。蒙特梭利女士有一句名言，就是跟随孩子。在蒙特梭利的教室里，每一个孩子都在做不一样的工作，老师呢是引导者、观察者的角色。孩子在工作的时候，老师在旁边记录观察，不会打断工作，只在需要的时候介入。老师呢也需要在旁边随时观察这些孩子们是不是拿了符合自己年龄能力的教具。因为不是传统的老师教孩子学一次只上1堂课，老师只要负责备课，负责教完就可以了，而是要应对不同孩子提出的需求、疑问去帮助他们，这就要求了老师具备了更智慧的应对能力。比如 Chris 班上28个孩子，老师就需要同时应对这28个孩子的需求，所以蒙氏老师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像 AMI 或者 AMS。 除了教具示范操作的规范之外，还要不断学习用谦卑的态度去引导孩子。老师的主要工作呢，就是协助孩子成为自己的主人，让孩子有能力照顾自己、他人还有环境。第4个就是双语不是蒙特梭利的重点。其实前面和大家聊完就会发现啊，说什么语言并不是蒙特梭利教学法的重点。在这个特定的教学环境下，你可以学习本土语言，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兴趣学习自己任何一门感兴趣的语言。好啦，聊了这么多，一间成熟的蒙特梭利幼儿园不是拥有多么高级新颖的教具，不是标榜孩子会说几门语言，而是在这短短的3年的时间里面，是否通过了这么一个平和包容的环境的浸润，孩子变成了一个对世界充满好奇、拥有自主独立灵魂的样子。希望今天的内容可以帮助你更好地了解蒙特梭利教学法，也可以帮助你挑选到更适合自己孩子的幼儿园。
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点赞分享，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是安娜，我们下周四再见啦，拜拜。